早便就出发到印加圣谷。在库斯科待的这几天，我特别安排了到市区郊外的景点，这是在库斯科我不会错过的其中一个重点行程。印加圣谷位于秘鲁南部的安第斯山脉中，这里拥有许多著名而完整的印加文明遗迹。直到今日，这里仍然是克丘亚原住民的家园，他们是古代印加人的直系后裔。这一区域是乌鲁班巴河流域的核心地带，是秘鲁最重要的河流。印加人认为这条河是当地的圣河。这里所以被称为圣谷，主要是因为山谷中肥沃的土壤、很充足的水源，支持了大量的农业生产。这对于维持印加帝国跟当地的生计和经济都至关重要。过来圣谷有好几种方式，可以搭火车、大巴、旅游团，或是过夜徒步的拜访方式，都能抵达到这个区域。Vamos al control, al control. 一大早的行程，先来到皮萨克，它是一个大型的印加建筑群，包括了梯田、住宅、哨所、瞭望塔和宗教中心。位于圣谷的东端山头，整个遗址矗立在现代城镇皮萨克上方的山脊。这里的主要城区能看到一些传统市集，有在卖丰富的手工艺品。这里的假日市集相当有名，每周的星期日是最热闹的时候。因为我们很早过来，没有什么人摆摊。我是雨季时期过来的，碰到好几次的雷阵雨，经常在路上被淋湿，但是还不至于影响我的整个行程。建议提前就去购买库斯科观光证，全票有效期为10天，可以进入库斯科和圣谷周围的大部分的印加遗址。山的另一边有壮观的梯田，这里的梯田是工程学的杰作，算是一个相当大的遗迹公园。每个梯田都有完善的排水系统，能够防止水土流失，并创造不同的微气候环境。根据导游的说法，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微气候条件，能控制温度、湿度和日照。这使得印加人能够在同一个地点模拟不同海拔和气候条件，测试各种农作物的适应性跟种子培育。这种农业实验的概念比现代的农业科学早了500年。What we don't have in here, no colonial buildings in this place. The difference is when the Spanish came, that comes from the Dutch. So look, not only Machu Picchu, there are other places like this where you can still observe the little holes. Yeah, I saw. Mountain, yeah. If you keep going up there, 来这里除了看印加人强大的农业梯田系统，这里还有个主要的参观点 Intihuatana。它是一座大型石雕建筑，据信是天文观测台和仪式场所。它被用来校准太阳的运动，尤其是帮助印加祭司确定至日和昼夜平分点的天文日历，这样可以使得印加人能够确定农业周期，并规划宗教仪式。The other one was full, select, and the next one. So communitary tomb. 这里还有古代市区的印加建筑跟住宅区，也有一个目前已知最大的印加墓地。深入前往圣谷的途中，可以安排到莫雷，是跟这里一样有着巨大的梯田。它是印加文明最神秘的建筑，由几个巨大的圆形梯田组成。看到的时候，觉得它有点像是外星人留下的神秘圆环，也是有点像是我们常看到的剧院造型。就在莫雷附近的不远处，还有一个马拉斯盐田，它是一个运营了1400多年的古老盐场，至今仍在生产。
这些岩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印加时期，甚至更早。每个岩池都由当地家族世代传承管理。马拉斯岩因其纯度高、矿物质丰富而闻名于世。这里的海拔大约在接近3000米左右，要留意高山症，在这里也需要走上一些路跟阶梯才能到至高点。古代的印加人会在不同的海拔高度种植不同的作物，像是农民在较高的地区种植马铃薯和藜麦，在中等海拔种植玉米，在较低的地区则是种植可可和热带水果。这样的农业系统一直被当地农民沿用至今。皮萨克这个名字来自克丘雅语中的鹧鸪，一种鸟类的名称，因为考古遗址的形状像一只展翅的鹧鸪。不知道你们觉得像不像？下一站，我们抵达到奥扬泰坦博，这里也是前往马丘比丘的主要火车站地点。来到这里，天气就好转了起来。抬头一看，我能看到周围的山丘上有用石头建造了几座仓库，因为这些仓库建造于高海拔地区，当地的风力较大，气温较低，可防止食物腐烂。再来就开始往上爬了。奥扬泰坦博的景观宽阔，这里我觉得是整个印加圣谷最美的地方。大约在15世纪中叶，印加皇帝帕查库特克曾经征服过此地，并在这里建立了皇家庄园、城镇和神殿。在西班牙侵入时期，这里成为印加帝国的抵抗领袖曼科、印卡、尤潘基的据点。当年，印加帝国的抵抗军曾经从萨克塞瓦曼战败后退守到这里，在这里，凭着抵抗军预先设置好的水道，利用梯田并战略性的淹没平原，成功击退了西班牙殖民者。虽然胜利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但是这里是印加帝国少有的胜仗地点，也是最后几个沦陷的印加城镇，在当地留下了一个传奇性的故事。太阳神庙遗址群大约要爬至少200个陡峭的石阶，要特别注意。路上遇到一个老太太，下去的时候走得不太稳，旁边也没有什么辅助的系统，所以我就带着她下去了。最后一站来到了钦切罗，到达时已经开始天黑，风也开始变大了。这里曾经是印加皇帝图帕克、印加、尤潘基的皇家庄园，这里被称为彩虹的诞生地，这个诗意的名称源于这里经常出现的绚烂彩虹。
在西班牙的殖民时期，他们在这里的印加神庙上面又建造了天主教堂，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独特建筑风格。教堂内部保存着精美的殖民时期壁画，描绘了天主教与印加宗教融合的独特场景，是印加圣谷中其中一个最古老的教堂。这里也有周日市场，主要是卖手工艺品跟手工羊毛纺织品等商品。但是我去的时候不是周日，就只有少数的摊贩在这里。在雨季来到这里，真的是天公作美，还好今天只是下了一些小雨。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观看。如果您觉得这部影片还有意思，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让更多人看到影片。我们下次再见。